非有消息，中华航空已经确认订购了10架空客 A350-1000客机，也就是订单已经正式生效了。这一采购计划最早是在2024年被媒体披露，当时华航在波音与空客之间踌躇良久，媒体那会儿也说华航准备采取墙头策略，在订购10架空客 A350-1000的同时，也要订购10架波音 777-9 外加4架波音 77-8F 货机。空客 A350-1000 是空客公司目前能够向客户提供的最大体积的客机，是 A350-900 的延长型。A350-1000 最多可以载客480人，虽然不及波音777-312的550人，但它是新型飞机，采取了很多新技术，因此油耗更低，单座成本也更低，加之有现货，赢得了一些市场。A350-1000 的航程是它的另一个优势，这种飞机可以飞行超过16000公里，从台北出发可以覆盖美国所有的机场。16000公里的航程虽然比不上波音 777-200LR 和空客 A350-900ULR， 但是 777-200LR 技术老旧， A350-900ULR 通过增加油箱来实现增程，影响了商载，所以 A350-1000 在载客与航程方面拥有综合优势。华航现在机队规模83架，与长荣航空一样，都是宽体机多于窄体机。华航长期综合使用波音与空客的宽体客机，此前曾经运营过 A340-300 和 A330-300， 现在也有15架 A350-900。它从2021年开始引进 A321neo， 宽体和窄体都实现了2条腿走路。华航对外宣称，无论是引进 A350-1000 还是波音 77-9，都有助于它的综合发展，但实际上有人指出，墙头政策是导致它逐渐落败于长荣的原因之一。80多架的规模还不算大，将宽体机队与窄体机队平均分配给波音和空客，机型过于复杂，推高了经营成本。而长荣航空宽体机多用波音，窄体机全部用空客，相对来说战略方针更加明确一些。不过反对意见说，最根本的还是经营水平，并非机队构造。而且长荣航空现在也订购了 A350-1000， 基本上也属于墙头队友了。在中华航空之前，全球只有阿联酋航空、国泰航空、新加坡航空、卡塔尔航空、大韩航空和埃塞俄比亚航空等少数公司同时订购了 A350-1000 和77-9，但他们或者比华航的规模要大，或者市场环境比华航好得多。华航荣升为全球前10之后，究竟效果如何，要看它自己的表现了。华航的 A350-1000 到位之后，将主要投放于北美市场。现在 A350 系列积压的订单已经超过了波音787，这批飞机估计要到2027年才能够交付了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